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店家阿博。LPL 在昨天进行了一场史诗级的病友局较量 ，LNG 和 TT 两支队伍在决胜局中菜鸡互啄，各种互相送温暖。而 TT 在打了20多分钟好局之后，突然开始不会玩游戏了，因此被很多观众怀疑其中的某个选手存在假赛嫌疑。其实这局比赛很多的操作都让观众们觉得说是不是买了。其中打野北川这个人则是被怀疑最多的，已经有观众去英雄联盟官方下面举报了，建议严查一波。简单说一下这局的一个情况，就是说 TT 在前中期打出了很大优势，小龙3-1领先，在队伍联动方面做得有模有样，各种先手打得很好，但是在此后几波关键的龙魂团打野都出现了问题，这是观众比较怀疑的点。第一波北川是直接用大招砸进对方人群之中，对方没有斩杀线的敌人，然后直接开跑，打野状态不好，队伍争不了小龙，因为北川已经远离龙坑了。第二波北川在龙坑里面直接大招过墙壁，与队友一起让出龙坑位置，被对面拿下小龙，然后在推高地的过程中被格温打退后，直接大招砸向墙壁，没有过墙后被击杀。这局6人头的一个佛爷格，后期表现堪称灾难级，因为几波龙坑表现过于奇怪，被观众怀疑有重大嫌疑。当然队伍的中单也很离谱，但是观众们更怀疑的就是这个北川，因为北川的出身有问题，他和某位打野一样都是小鱼姬的人。这个时候讨论的焦点就变成了 LPL 3巨头打野了。 LPL 有3位打野与小鱼姬有关，一个是已经被实锤打了假赛的博，一个是 IG 战队的打野荀，另一个就是已经来到 TT 战队的北川。观众们对于这3个选手信任度是不高的。北川之前还好，因为没有类似操作，但这次因为表现太离谱，身份被挖出来是小鱼姬引荐到 LPL 的，因此被怀疑。加上前几天比赛表现也非常离谱的荀，观众们将这2人一起举报，建议官方好好查查。荀曾在一个赛季中多次出现空暗金身的情况，被怀疑是在向外界传达一个信号。这个打野的离谱操作数不胜数，本来是实力很不错的一个人，但是因为有太多离谱失误，导致观众对其好感度一直不高，信任度非常低。至于小鱼姬，相信很多观众都知道，这个人就是剧组出身，和荀谈过恋爱。荀曾是高分路人局的一位演员，小鱼姬在背后各种操控高分路人演戏，从中赚取收益，自己的选手去打比赛，大家自认也不会认为选手会是干净的。阿博认为荀和北川的确都有重大嫌疑，但不能下明确定论，而且很难被实锤。LPL 在爆出各种假赛事件之后，现在的交易估计会非常隐秘，很难会被查出来。LPL 官方处罚假赛选手的情况，多半是假赛选手被人直接举报了，而且拿出了证据，就像春季赛 Jade 那次一样，很多人站出来锤实，然后一查是真的，就永久禁赛了。阿博认为 LPL 现在的环境有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更恶劣一些。基本可以肯定的是 LPL 这么多选手，其中一定有人有前科，而且在 LPL 也打过，预计其中会有很多演技高超的高手，不会被轻易看出来是打了假赛的。现在 LPL 的队伍和选手对抗这种环境只能靠自觉，那些顶级的队伍、职业素养高的队伍或选手只能凭借自觉去努力打出好成绩。LPL 要拿下更多的世界冠军，要靠这些队伍。类似小鱼姬或者幕后操纵假赛的黑手，这些人是不会受到处罚的，只要他们不被处罚，假赛就无法杜绝。阿博比较担心的点是那些新人选手，害怕拥有天赋的新人会被这样的环境污染，这样会影响到 LOL 未来的发展。希望好的俱乐部能够尽可能的做好青训这一块，尽量培养出更多职业素养更高的人出来。下面阿博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比赛的另一件趣事，
经常看 LPL 比赛的观众们一定知道 LPL 官方的一些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，选手出现违规行为之后会进行相应的处罚。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上厕所罚款1万，在比赛结束的时候提前退出游戏罚款5000。另外，着装不规范或者在比赛过程中脱衣服也会被罚款的。而在昨天 LPL 的赛场上就上演了搞笑的一幕，选手偷偷在比赛的过程中做出犯规行为，然后马上撤销，成功引起了观众们的注意。 TS 战队在昨天迎战 IG 战队，后者曾经在2轮中2-0横扫过 FPX， 加上 TS 之前展现出来的状态比较一般，因此很多粉丝还是比较担心。但结果是 TS 2场都还是以比较干净利落的方式拿下了比赛。在第2局比赛中， TS 战队的上单选手 WeWorld 使用船长，在开局阶段遭到了对方的针对，在0-2不利开局的情况下稳住了，在后面的打团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而 NET 的火男自然成为了这局比赛最大的主角。在比赛的最后一波团战中， WeWorld 的船长是率先阵亡，而在阵亡之后， WeWorld 突然来了一波骚操作，直接把自己的所有装备全部卖掉，然后换成了暴击斗篷。解说一开始还没发现，不久之后看到了，直接指出了这个点。而 WeWorld 在皮了一下之后，马上撤销了自己的操作，又把装备都换回来了。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在罚款的边缘疯狂试探。目前作为观众，我们还不知道这样卖了换装备又撤销回来的操作是否也会被罚款。对音币在之前直播中曾经透露说过，职业选手打比赛是不允许像这样卖装备换装备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新的规定。因为在之前的职业赛场，我们见识过有选手在泉水里面疯狂操作，就是以最快的手速购买各种金身复活甲，在对面准备虐泉的时候，全力以赴通过更换装备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不会死。当然，很多时候即使拖了很久也还是会死。按照杜音币说的那样，之后职业比赛应该不会再出现类似光速换装备的操作了。除此之外，职业赛场还有的2个潜规则，一个就是不能退出游戏，另一个就是不能投降。在这个前提之下，职业选手可以虐拳、亮标等各种嘲讽打心理战，出现一些比较离谱的操作也不在处罚的范围之内。WeWorld 的这个行为应该来说是一种尝试。阿伯认为，如果这个行为不构成犯规的话，估计 WeWorld 作为稿子哥的这么一个特性，之后一定会经常性的干出类似的事情。如果说罚款了的话， WeWorld 肯定以后也就不敢尝试了。阿伯认为，站在观众的角度上，很多时候还是挺喜欢看到这种稿子哥行为的。目前来说，职业赛场上的表情系统确实还是增添了不少的趣味性，大家互相亮表情，用来嘲讽或者点赞，节目效果直接拉满，同时也很考验劣势方选手的一个心态。因为英雄联盟是一个千万不能上头的游戏，一旦上头，结果就会很危险。除了表情之外，还有对着跳舞或者贴贴之类的，也能增添一些看比赛的乐趣。阿伯认为，拳头可以着重在这个层面上，争取再出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功能出来。而且关于比赛不能投降的这个事情，这几年其实观众们都在讨论这个事情，因为很多观众觉得投降没什么，而另外的观众觉得投降是耻辱。阿伯认为，以官方的角度来说，不能投降其实也等于是提升了比赛的时长，在这一点上有利于维持高热度的一个时间。而战队的角度来说，其实如果没有这个规则，大多数队伍也是不会点投降的。